不就这点手段吗？还自己贴上去，怎么样呢？陈女士还不是点名只等我？你加她微信有用吗？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我奉劝你一句，单子抢不走，这谁也做不成。这种歪心思，你趁早别动。这鸡蛋饼挺好吃的，你尝尝，是不是？是挺甜。你哪儿弄个橘子呀？别克给了，说是补充维 C。那我先走了。您好，欢迎光临米歇尔。啊，有什么需要您可以告诉我。有什么可以推荐的？我们店里有一些新品，可以给您介绍一下。好的呀。啊，这边，这些。你还真不怕耽误功夫啊？这一看就不会买啊。没事的，我来吧。这个色系是我们今年主打的。这个剪裁很特别的。那边有包包，也可以去看一下。这一季我们包包是主打白色，夏天嘛比较清爽。有您喜欢的吗？那边也有啊，可以看看。这一季我们设计师主打一些中性的风格，前面还有一些连衣裙，你也可以看一下。我们家皮鞋也卖得很好的。这些都是什么材质的呀？款式不同，材质也不同。您看的这些都是价位比较低的，有黄铜、彩贝、人工珍珠之类的。那这一片呢，都是价位比较高的了，有 K 金、铂金、钻石、财宝。这边的大概都是多少钱？都是从便宜的到贵的都有，要具体看的。你们店里就没有更贵一点的？有的，那都是高级定制系列的，也都是100万级别的。我想买。您是说您想买高级定制系列的？对的呀。好，那您先到 VIP 室休息一下，我把目录拿给你挑选一下。啊，这边请，请坐。那我给您介绍一下。好的呀。这个是我们的目录，您看一下。这些都是钻石，这个是我们的璀璨系列。这个呢是我们品牌最经典的珠宝系列——凡梦系列，绝对是传世级别的。这套你有看到过实物啊？这个我不能说假话的呀，这个我确实没看过。这个毕竟很少有人会订购的。但是我们集中培训的时候呢，我有看过视频，非常的漂亮。其实我觉得吧，像钻石或者说是珠宝呢，都是承载的是女人的梦想。不管处在什么状况下的女人呢，都应该拥有梦想的权利的。你看那么好看的东西摆在那儿，所有女人她都会心动的呀。这个我订一套，我们一起看看实物到底是不是真的那么漂亮。好不啦？
啊，这个可能价格我还没有说，这一套呢，要上百万。你刚才不是讲了，这是所有女人的梦想，不贵的呀。它的预定周期是5个月，我们只接收全款预定，那就意味着您的钱得压在我们这里至少5个月呀。没问题呀，我要了。啊，那我要去请示一下我们副店长。好的呀。这些衣服都是我们限量款的，只提供给 VIP 客人的。你确定他要凡梦系列吗？啊，我很确定的。琳达，给我就行了。这么大一个客户，你一个人哪儿服务的好？我帮你啊。给曼妮吧。没事的，我跟他进去就行了。走吧。陈女士，请坐，请坐。来，吃点巧克力。啊，谢谢谢谢。那个，我听妮妮说你想要订购我们店的高级珠宝。对的。我不知道他有没有跟您详细的解释过关于订购的具体细节，包括周期啊、钱款等等。他很好的，他很有耐心，所有的这些他都跟我讲了一遍的。那我要提醒您一下，因为我们店的珠宝是高定的，所以不能退换。这点试题我还是晓得的。好，我加您一个微信吧，有什么后续的进展呢，我就可以随时的跟您跟进。不用了，我就想加他的微信。后续要是有什么事情，我跟他联系就好了呀。还有，我今天带的这个卡钱不够刷的，我回去准备一下，过2天我过来付款。好啦。是这样啊，那不知道您方不方便今天先付一点定金？你们这个不是全款订购的吗？对。我过2天过来一起刷了就好了呀。好，加微信吧啊。如果陈女士什么时候有空来店里的话，你就随时调换啊。好，我扫您吧。哎，好的呀。哎，您到时候提前给我发微信，我随时恭候您。哎，好。家住的离这儿远吗？啊，还好。那我们就不送你了。好的，好的，再见。拜拜。哎，再会啊。谢谢光临。金融你的啊！看他朋友圈吧，说不定耍咱们呢。我去，这不是我在日本参加现场的比赛视频吗？老婆，要不是你鼓励我离开团队，自己做公司，哪来的今天的局面呀？我们生孩子，换大房子，每一步你都比我有魄力，是你推着我往前走。是因为你有才华。我们家现在所拥有的一切，都是你一张一张图纸画出来的，一颗一颗烟花飞上天落下来的。谢谢你，老公。我好像突然有一种想法，哎，老婆，我给你讲一个，来，什么想法？你跟我来，跟我来。我想设计出一款独一无二的烟花作品，
名字我都想好了，叫它蓝色梦境。什么样的烟花？特别的绚烂，因为从来就没有人以蓝色为主题做出来烟花。你想象一下，天空当中深浅不一的蓝色烟花的绚丽的绽放。哎，那边，哇，是天空，看那边房顶上，啪，海洋，还有前面这个日月星辰。还有数不清的珊瑚，色彩斑斓的热带鱼，你能看到吗？我就想把海洋里所有的生物在这一瞬间全部给它点燃了。你的作品好棒啊，徐总！但是有点不太计成本吧？怎么了？陈女士说她今天可以过来付款的。太好了，没她的消息啊，我还一直在担心呢。特别棒，特别棒！妮妮，哎，你嘴怎么了？怎么肿起来的？你别不要挠了，你自己照照镜子看看去。你吃什么了？啊，我什么都没吃啊，我一天都在店里，我水都没敢喝。妮妮，你破相了！不感冒？是不是得了吧？这是？天哪！感冒药好像没有呢。痒不痒？去医院吧。我不去，我能坚持。陈女士一会儿就到了。你这身上都在挠，哎，你这都痒了，脸要紧。我不去。去什么呀？这事儿可大可小的。你陈女士一会儿来了，你这么大单子，你担负得起吗？你赶紧的，快点，送她去医院。哇，这怎么了？天哪，交给我，交给我，走，快去！副店，怎么了？其实之前陈女士也加过我的微信。拿着。过敏啊，不是小事，以后别吃桃子了啊！我没吃，碰都别碰！不行，我打不了了，我真打不了了！姐，打完了，早打完了。好了，按着啊，出去休息观察半小时。那个，咱们要摁多久呀？5分钟就行了。不就这点手段吗？还自己贴上去，怎么样呢？陈女士还不是点名只等我？你加她微信有用吗？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我奉劝你一句，单子抢不走，这谁也做不成。这种歪心思，你趁早别动。今天这事儿，我可以不跟别人说，但再有下一次，我一定让你在这店里待不下去。我回来了。哎呀，回来的正是时候，还差一个菜啊，马上就好。来，尝
尝你爸的拿手菜。来，领吗？领啊领啊！哦，你回来就回来，你把猫拿回来干什么呀？别提了啊！前2天他吓死陈宇2条鱼，今天又把沙发给尿了。陈宇是死活也不肯留他的。要我说啊，不养也对了啊。你们要帮我好好养它啊！我也不喜欢猫，你还让你爸替你好好养着吧。啊？对了妈啊，我要回来住2天啊。好啊！哎呀，你不走妈才高兴呢。其实你一回来我就知道，台里又让陈宇出差了，是吧？你呀，就是应该回到家里来，在那里冷冷清清的，谁给你做热菜热饭啊？哎，快点吃饭了，咱们家公主洗手吗？这能弄干净吗？哎呀，它不脏。我跟王太太打好招呼了，你直接上去就行了。小宋，哎，佳姐，我要去趟顶层，麻烦你帮我刷下卡。啊，您是要去王太太家吧？稍等，我得打个电话确认一下。哦，好。喂，你好，这里是前台，有您约好的访客。好的，好的，打扰了。可以了，佳姐，我帮您刷卡，这边请，麻烦了。谢谢。我是住楼下的，跟王太太约好了。啊，行，好，那你先换下鞋吧。哦，好。谢谢您，不客气。这个顶层是复式啊？对，上下3层。太太，您的客人到了。你让他上来吧。好，来这边。啊，好。慢点啊，谢谢。陈宇不让你养猫是对的，你将来怀了孕了，你能养猫吗？妈，你成天抱着手机在那刷朋友圈，你怎么专挑谣言看啊？怀孕和养猫不冲突。谁说？哎，是不是陈宇答应了？你们准备要孩子啦？备孕了是吗？什么叫陈宇答应了？这是我们俩达成的共识，他跟我说好了，头几年先不要孩子，我们先自在几年，对不啦？哎呦，你眼看你就30了，等你30以后你再怀孕，你就要面临着妊娠高血压、剖腹产、大出血。好嘞，哎，吃饭就不要讲这些了。我今天刚刚领完退休工资，500块钱的血本钱才做了这么一桌菜，你就让女儿好好吃饭吧。4月15号呀？啊？怎么了？啊，没事儿，没事儿。这孩子，哎，爸，你这个酒快喝完了，一会儿我去楼下超市再帮你补货哈。坏了吧，真是！我看您这个望远镜是专业的天文望远镜，你要不然晚上试试，可能效果会更好。你是物业那边介绍来的？啊，给您带了点甜品，是我自己做的，低脂低糖，您可以尝尝看。想去对面的德普是吧？是呀，您尝尝。
真的是你做的？是我做的。我最爱吃蛋糕了，全世界什么顶级蛋糕我都尝遍了，你这味道还真不赖。那太好了，你要是以后随时想吃，我就做了送上来。咱们这个楼里呀，每年我送进去的孩子没有10个也有8个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我老公是那儿的名誉校董。哇，不会的，不会的，都做好措施的。新搬来的？啊，刚搬过来不久。住哪层啊？我们住12层，1201。哦，那是低层啊。咱这楼房价随着楼层涨，你知道吧？你们家是做什么的？我是一个全职太太，我先生呢在经营一家烟花公司。烟花公司？那一年能挣多少钱？太太，您的话到了。你等会儿啊。啊。哎，慢点，慢点。喂。哎，小琴，怎么了？喂，姑姑，2道杠怎么办呀？什么2道杠？你说清楚一点。验孕棒，我好像怀孕了。那就是怀了呀。改天我陪你去医院吧，那个也不能100%的保险。哎，我现在王太太家呢，先不跟你说了，晚点给你打电话。哎呀，那你接什么电话呀？那你赶快忙吧。好。哎，我怎么办呀？怎么样？你懂画吗？我新买的。这个是真迹吗？废话，挂赝品多掉价啊！正品，梵高的睡莲。挂到那边去，对，餐桌那边。对对对，啊，那回头啊，我让他们都来看看。你说那餐厅上摆个什么花儿算什么品味高啊？我这花儿永不凋谢。行了，你先走吧，你的事情我会考虑的。啊，好，那麻烦你了。不送了啊。啊。说我们从猩猩进化成人，最大的突破就是沟通行为。但从什么时候起，我们开始退化了呢？怎么样了？不知道呀，我现在超紧张。我也紧张。3个月1次的店长谈话，我把你报上去了。啊，可这一个店不就3个名额吗？那，你都不请假，还老帮他们顶班，把你报上去不应该吗？你好好想想该怎么谈吧。人家店长管那么多家店，又不老在店里头，他不会对每一个 sales 都那么了解的。给他留下好印象呢，对你以后往上升有好处的。谢谢副店。没想好你来干什么呀？耽误我们的时间呀！出去。下一个，王曼妮。哎。怎么了？
说吧，说说你的续职心得。套话就不要再说了，外面很多人等着呢，节省时间。店长您好，我是王曼妮，从 Junior 做到 Senior， 升 Senior 已经有3年了。其实我早就注意到了，从前年开始，全球的奢侈品销售额呢都在下滑，每个品牌都一样，连东京和纽约的店都关了。我们呢就是仗着人口基础大，还可以并店，才不用撤店和裁员。不裁员真的是好事儿吗？我认为，晋升通道反而更窄了。以前呢，只要销售业绩达标，肯定是3年一升，但是我已经有6年的资质了，放在从前，足够升 supervisor 了。但是我知道，在我们店里，排在我前面的还有好几个同事都是有资格的。店长，我希望在自己30岁之前能升主管，就当是给自己一个生日礼物了。30岁之前，这不没几个月了吗？所以我想提速，您觉得我还需要做什么样的努力？咱们集团有这么多的分店，有这么多的 sales， 每个基础销售都在相同的赛道里，想要从中脱颖而出，你认为最终拼的是什么呢？我一直认为的是拼客户资源，拼销售业绩。做亮点比拼业绩更有效。明白，我相信升职是做出来的，不是等出来的。妮妮，店长在问啥呢？你进去就知道了。天了，去看看吧。没事，我缓一下就行了。你不要大意了啊，都出汗了这。行，哎呦，你喝慢点儿，别喝那么着急。当班的不敢喝水，怕上厕所。客人一发微信马上到店，又没办法走开。就你不喝水不上厕所。谁不是呢？有什么功夫？妮妮，哎，电梯坏了，帮忙去楼来了 VIP 客人家换个衣服。哎，王太太，你脚没事吧？我脚没事儿，快穿上吧。明天吧，去我们家给我调调望远镜，顺便再说说你们家的情况。好，那我等您电话。多少钱？啊？托你的福，王太太愿意帮我。你怎么在这儿啊？那个电梯不是坏了嘛，然后那个叫我们过来跑跑腿儿，帮送送快递什么的。你现在这个情况不行吧？走，我帮你请假去。不用，我能搞定。就是我帮不上你。你怎么啦？哎呦，我要是争气一点，我要是跟王太太关系好一点，你就不用这样了。这是我当妈的修行，不需要靠别人，就靠自己。过一段时间，你也会懂啦。哭了。
你这是激素作祟啊？没有。醒了？现在感觉怎么样？好多了。还疼吗？不疼了。哦，你这个腰疼有多久了？大概1周多吧。行啊，你是真行啊！你现在得的是急性肾炎，再拖下去就出问题了。医生，我是怎么来的呀120拉来的。你说你们年轻人呢，太不注意身体了。干什么工作的？商场卖东西的。有憋尿的习惯吗？有。康复之后多注意一些。工作虽然重要，但也不能不要命啊。哎，医生，我这病要多久啊？先请假休息1周啊，看看情况再用药。万幸啊，你这个指标是轻度的。妮妮，你现在怎么样？你爸爸在给我准备行李，我马上去上海。不用过来了。急性肾炎，轻度的，刚有点症状，这吃个药就好了。好什么好呀？幸亏我有你的地址，我打了120，让救护车赶紧把你送到医院。你真是吓死我了！今天妈妈要是没给你打这个电话，你就有可能困死在这个屋子里。你说我现在想起来浑身发麻，你知道吗，孩子？妈，我累了，我睡会儿啊，我到家了再给你打。好，好，好，你是应该好好休息。哦，对了，你马上拍一张输液瓶，好吧？哎，发过来啊，我要看看你都用了什么药。这什么事儿啊？陈宇出趟差，回来我跟他说我怀孕了，他会撕了我呀。怎么了？孩子不是他的？真不是他的？你可别吓我啊！不是个头。可是他跟我说好了，结婚前5年不要孩子，这还有2年呢。你当这事儿是银行定期存款啊？不到日子不许提前支取，孩子都是缘分。可陈宇说孩子是规划，是婚姻里面最讲究时机的事儿。你不要管陈宇怎么说，现在怀孕的人是你，关键是你自己想不想要。哎呀，我不知道呀，这么大的事儿我哪想得明白？你觉得我要不要啊？庄小琴，你有个毛病，你自己知不知道？啊？你老是习惯把别人的想法当成你自己的想法，别人要是说喜欢呢，你就好；别人要是讨厌呢，你就不要。但这个事儿你真得自己想清楚，你得对自己和孩子负责任。我跟你说啊，这事儿我真没办法替你做主。我还是不知道。
妈，妈，老公，你回来啦！你怎么比我还快啊？咱俩都没你妈快。我跟他说我今天不去他那儿了，他就知道肯定是你要回来了。哎，能不能跟你妈好好说说，让她别趁咱俩不在就自己来，来了还归着屋子还做饭，搁谁有个田螺丈母娘，谁也消受不起啊。我说了呀，他就从每周4次变成每周2次了。他是怕咱俩点外卖不健康，反正他跟我爸也要吃饭，他就来这儿做了之后呢，拿回去点儿，不麻烦。这不是麻烦不麻烦的问题，朱小琴，你都30了，你还要让别人伺候你到什么时候啊？结婚成家，你觉得你自己成家了吗？这什么意思啊？我不是跟你成家了吗？我是真没觉得，你真的觉得自己在家住过吗？我一出差一出门，你想都不想就回你爸妈那儿，你从精神上就没离开过他们。我有时都觉得，你不是没成家，你是没成年。哎，不就我妈来做几顿饭吗？你至于说话这么难听吗？王太太，您来看一看，应该是没问题了。我们在这个季节主要能看见金牛座和猎户座。我老公就是金牛座，您就记住，1月份是最佳的观测时间。哦，人类发现的第一个小行星就是在金牛座的星区。小行星？里面能看到吗？啊，哪个？这个望远镜看不到，这个得去专业的天文观测台。我想买颗小行星，你知道哪有卖吗？什么时候的事儿啊？检测报告是昨天，怀孕值可能是8号，反正1个月1次，好算。你干嘛这么阴阳怪气的？那咱还要吗？随你吧。要不？要不先别要了吧？咱们之前不是说好了吗？行，明天去医院。未成年当什么妈？小琴，这次出差我给你买了个礼物，你看多可爱啊，多像你啊！还行吧。
以前好像听说，的确有人有小行星的命名权，但是所有权还没有。对，我就是要这个命名权。我想用我儿子的名字来命名，算是我送给他的成年礼。这个礼物还挺特别的。你能不能帮我联系上呀？我想花多少钱都可以，买3颗，用我儿子的名字、小名、英文名，我全用上。这个我本来嘛，你儿子这种问题小孩，我肯定不推荐了。但如果搞定小行星，我倒是可以考虑。王太太，我儿子这回幼儿园面试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：不是所有努力都会成功的，很多事儿都会事与愿违。我劝你也早点明白这个道理，不是有钱，什么事儿都能办得成的。你站住！现在不想求了。哦，对了，你餐厅里挂着那幅画，那个是莫奈的睡莲，梵高的那幅是向日葵，那就是你有多少钱都买不着的。你这话和我儿子当时跟我说的一模一样。什么梵高啊，莫奈啊，那我总记混呢。我也不想这样啊。那你以为我对那破望远镜感兴趣吗？我无非是想跟我儿子有点话说。那天，我儿子从学校回来跟我说，他们同学在国际科学大奖赛里得了第1名，奖励就是一颗小行星的命名权，他都要羡慕死了。我问他，你同学的爸妈是干什么的？他说，爸爸是物理学家，妈妈是造火箭的。我一听就知道这肯定没戏了呀。想都没想，我就说没事儿，不就是一颗小行星吗？妈给你买一串儿。你没看到我儿子嫌弃我的眼神？说出的话跟你一字不差。王太太，你别劝我，我挺开心的。最起码，我儿子有嫌弃我的资本。我送他去最好的学校，什么时髦我让他学什么。那别人10年才学得会的本事，我多交钱3年就解决了。顾佳，那天你光着脚走，一副豁出去的样子，我还以为咱俩是一种人，现在看来，还真不是。你没我接得住，也没我放得下。你妈整夜没睡，你没事的哄哄她，别让她担心，啊？妈，哎，你把上次那个，就是你要介绍给我的那个相亲的人，你把他微信推给我，然后我加他，我们俩先见见。妈，我说你不是骗我的吧？这人怎么看着那么像我们那个房产中介呀？哎呀，卖什么房啊？人家介绍人说了，人家已经刚刚买了第2套房了呀。他是做投行的，对，搞金融的，有文化有实力，你肯定会满意的。好，好，好，那我知道了，那我先跟他联系一下。
宝宝，咱俩可说好啊，这手术是你同意做的，咱俩别事后再翻车。我查过了，这手术是有风险，但是生孩子不是完全没有风险的。从怀胎10月开始就得处处小心，就算等到顺利生产，当个母亲也会很不容易呢。比起来这不算啥。郑浩晴，过来做一下术前检查。哎，护士您好，这手术到底有没有风险？一般手术呢，它都会有风险，更何况你这手术也不算小，得全麻。啊？那这手术今天能做吗？一会儿进去跟我看一下检查情况，没什么问题的话，能做。哎，来试止步。曼妮是吧？我是宋东湖。你好，你好。你好，你本人比照片里更漂亮。谢谢。我在海商证券做 MD Manage Director， 董事总经理，这是我的名片。谢谢。我就是没听懂你的那个工作，时尚行业的形象顾问是吧？这是中间人介绍的吧？我是做 sales 的，在 M 店。你那个店东西卖的蛮贵啊。我们就站在这里聊啊？不，我是要请你吃饭的，2楼有餐厅。好。这边请。谢谢。路上开过来堵吗？我是坐地铁过来的。这边请。手术做完了？今天做不成了，公司有急事叫我回去加班。这大周末的不能请假吗？不行，大活动，市场部所有人都得到。那这手术就……要不改天吧，我真的得走了。哎，我送您吧。不用了，这不正好有车吗？着急。那你慢点啊。姑姑，你现在忙吗？你能出来跟我见一面吗？你跟我说说，我要是把这孩子生下来，能有多糟糕？你想听真话吗？我得知道最大代价，才知道我出不出得起啊。真话就是，生孩子是件特别糟糕的事儿。当了妈以后，你最大的感受就是憋屈。憋屈在一个叫妈妈的头衔里，什么身材走样、情绪变坏，这些都不是最糟糕的。你知道我出了月子的第一天，我突然感觉到顾佳已经死了，活下来的是徐子言的妈妈。我经常看着徐子言，我就在想，她什么时候能快点长大，能一个人睡觉，一个人吃饭，能管理好她自己的情绪，能把我还给我。可事实上呢，是我离不开她。不过你会比任何时候都软弱，因为你希望这个世界能对你的孩子宽容一点，但是你也比任何时候都强硬，无论是委曲求全还是无理求和，你都不希望任何一点伤害落在你孩子头上。你还会雷打不动地坚持健身，因为你害怕病，更害怕死。然后就是努力想成为最好的自己，因为你得赶上娃岁超的速度。你说生孩子这件事儿，是不是很糟糕啊？你说的这些，我一样都做不到。那你怎么还从手术室里跑出来了？
王太太，我今天过来是跟您说，麻烦您提供一下您儿子的资料。我在国外的一家论坛上找好一家公司，他们可以提供小行星发现者让渡出来的命名权，只要审核通过，您就可以得到属于您儿子的小行星命名权证书了。怎么又肯放下身段了？和您一样，为了儿子。还没来啊？没事的，答应好了肯定会来的啊。陈女士你好，你好，你来了。哎，陈女士你好，你好。那您先去 VIP 室稍等，我准备一下。好的呀。座椅帮我带一下。好，陈女士好，你好，这边请。哎，好的。这么一张高价单，3年都没有出过了，店长已经知道了啊。而且他还说了，只要今天你把这张单子搞定了，他就会向总部申请特批，直接给你晋升销售主管。别美了，你赶紧去准备。谢谢傅店，快去吧。OK， 单子看清楚了。陈女士久等了啊。没事的，来，先喝点咖啡。我给您先介绍一下。这张是销售单，这个是定制单。哦，这一份呢是我们的这个定制条例，上面写着不退不换啊，还有一些保险的条件，您看一下，需要您签个字。啊，我需要再跟您确认一下的呀。您要买的是这一套？对的。哎呀，你眼光老好的。这一套嘛，绝对值得收藏的呀。今天我带的卡也足够刷了，谢谢我老公，我前夫给我的离婚补偿款。我跟我前夫，我们也算是贫贱夫妻，共同打拼的。第一桶金是94年，我们推着快餐车，穿着羊肉串，一个晚上攒出来的。到后来，我们开了出租车公司，再后来，我们还在山里买了地。开了果园，折腾来折腾去的，身家也算是上千万了。一直到去年，建高铁收了我们2块地，那笔补偿款算是让我们在财务上彻底自由了。接着，我老公就把一直养在外面的那个女人带回来，要跟我离婚。钱我分到了，家也没了。当那个女人浑身都是名牌，保养得很好的站在我面前的时候，我看看我自己，最可笑的是我的那个包包还是结婚纪念日我老公送我的，我还不舍得背嘞。哎呀，我那天啊，我到你们这个商场，我没别的，我就是想花钱。我转了那么多家店，只有你很热心、很耐心地接待了我，所以这套珠宝我买的是心甘情愿的。瞎弄啊！怎么样？
哎，你好，陈女士，没什么问题吧？没有的。啊，那好，那如果没有什么问题，我们就刷卡签字。好的呀。那我还是要提醒您一下的啊，今天把这个卡刷了之后呢，在等货的期间内，我们是不可以以任何理由退款的。晓得的。OK， 那这边请。好的。来，陈女士。陈女士，人遇到不好的事情，总是容易冲动决定的。你可以再想想，今天不买也没有关系的。咪咪，有什么问题吗？没问题。张伟，谢谢光临。齐总，进。饭我帮你拿过来了。悠悠呢？怎么要你来管这些啊？我今天正好要加班，就让他先回去了，趁热吃吧。哟，外卖看着不错。您说笑了，这些呀，都是我自己做的。你自己做的？是呀，我这个人肠胃不太好，外卖呢，经常这个重油重盐的，吃多了就会闹肚子。一闹肚子，这不就耽误工作吗？挺不容易的，味道还真不错。其实，我特别喜欢咱们公司的氛围，我就是感觉自己能力太差了。你说这一样的工作，别人都能做好，就我做不好，所以才不老加班嘛。不就只能自己做东西吗？你才来公司2个月，慢慢做，很快就正常了。我就是怕你会嫌弃我。不会的，别难受了。真的。徐总，您放心，我一定会好好努力的，我会努力给公司创造一些价值。你说这话就挺难得的，我相信你一定能做好。你也是个特别特别好的老板。我回来了。有一个好消息，什么好消息？咱们儿子上幼儿园的事儿应该是没问题了。那个楼上太太又答应帮忙了。怎么又答应帮忙了呢？还不是因为你教我用望远镜。其实当时不是我想学，是他想学，而且我也想办法帮他搞定了小行星命名。真不容易，看来咱们拜佛拜对了。你吃晚饭了吗？吃了，李可带的，说他自己做的。他还会做饭呢。
手艺还不错呢，还有上回那橘子，就是说着说着吧，还哭了。哭什么呀？可能是加班有点累吧，说跟不上公司的节奏。我觉得这样员工不错，得多招。我衣服拿进去啊。来，大伙儿，过来拿橘子，吃橘子吧。你们各自部门各自负责啊。好，大伙儿辛苦了。这个橘子，谢谢佳姐，最近大家辛苦了，来，来拿。谢谢佳姐，谢谢佳姐。辛苦了啊。客气，这橘子还是李可推荐给我的呢。这橘子是真不错。哎，李可，你现在工资一个月多少钱啊？1个月6000。6000都舍得买25块一个的橘子。徐总说你挺懂吃，看来真的。把心思放在工作上，工资才能涨得快。你说呢？吃橘子吧。都拿到了吗？辛苦了啊，最近。